生活在国内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以后再要把银行的钱润出来换成黄金，恐怕是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7月1号，照例还是聊5件事。第一件，8月1号，人行要执行一个新规，你要是手里再有钱，把它润出来变成黄金，未来几乎是不可能了，10万以上它就得报备。我们看一下官方消息。7月1号，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印发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的通知。它明确要求从业机构开展人民币10万以上含10万或者等值外币的现金交易，应当根据本办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客户单笔或者日累计金额达10万含10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现金交易的，从业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反洗钱机构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上述办法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旨在通过建立系统化的监管框架，防范贵金属与宝石交易领域内的洗钱与恐怖。总而言之，都是为你好，但你得想想，有很多老板说，我银行里的钱为啥不是我的呢？因为有时候你支5万以上，你就得写用途，你要不写的话，上面不同意。所以说很多老板都认为这钱大到一定程度那只是一个数字，当你想真正支配的时候不容易了。如果说现在你买房子买车，那政府他能收到税，这个他不咋管你。但你要想买成重金属放自己家里存着，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的财富已经不在我党的监管之下了。你想从笼子里出来，人润出来他要管，你的钱润出银行系统他也要管。因为如果这个钱真到了私下，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钱在谁手里去了哪里。当然了，我认为他更深层次的目标呢，是想筛选现在谁还有消费能力。因为国内的经济继续下行，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大多数都已经成穷鬼了。按葛优的话讲，他已经把未来几年的钱都用了。有些地方政府把未来的税收他也收了，那砸谁的去？接下来只能是杀大户。大户的标准是谁现在在买黄金买珠宝，他们就是大户。好，我们说第二个事儿，老川呢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笑料。一直我想，如果说美国总统在道德上有段位的话呢，我不清楚老川应该排在什么水平。因为他前段时间说了一个 fuck 那个词儿，是骂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就是那个伊朗最高领袖，说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人们都觉得一个总统怎么能说这种粗话和脏话呢？今天他又贡献了一轮。因为今天呢，他考察了一个机构因为我前天还发消息，有人讲大卫，你是不是黑老川呢？老川能干那么没人性的事吗？因为他要在佛罗里达州建一个鳄鱼恶魔岛，有人讲这是刻意抹黑川普。川普是个善良的人，虽然有点毛病，但是今天他就打脸了。因为今天他真的飞到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公园，就是在沼泽地的那个拘留中心现场去考察了，在这儿就骂了一句粗话。他原话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地方设施不咋地，当初那个狗娘养的拜登想要把我关在这儿，现在这已经不可实现了。他举人骂上一任总统是婊子养的，那原话就是这样讲。所以我感觉一个总统彻底是不装了吗？就骂你的前任，这也是头一招了。另外他真的说称时就要刻意选择那个地方的。原话呢，一会儿我给你录出来他这么说的。因为有一个福克斯新闻的记者
讲是谁想出来这个创意，要在这种周围布满了鳄鱼的岛中心要建一个移民拘留中心的呢？我们看看川普是怎么证实的。川普说，就是这么个概念。这个行业呢本身就比较狠，这里面啊蛇会比较快，但是最厉害的仍然是鳄鱼。他还信心满满的教别人如何躲避鳄鱼。他说：“我教你们一个躲避鳄鱼的办法。有鳄鱼的时候，你应该左右摇摆着跑，这样能够增加1%的逃生机会。”他说了，鳄鱼爬得比较慢，爬得快的是蛇。你说什么人才能想出这个事儿呢？为了给那些川粉们说我不是刻意在抹黑他啊，大家听一下那段录音。真没冤枉老川吧？好，我们说第3件事吧。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刚才我特地去这个搜寻了信息，大沼泽公园的鳄鱼数量占整个佛罗里达的20%，整个佛罗里达100万只鳄鱼，在大沼泽公园它就有20万只。这个鳄鱼它残酷在什么地方呢？平时它吃鱼吃虾，没食物的时候，这鳄鱼之间互相吃，大鳄鱼吃小鳄鱼，就这么残忍。第二种呢叫蟒蛇，这个蟒蛇呢叫做缅甸蟒，最长可以达到7米，能够吞噬一条活的羊。你说哪个想逃跑这个监狱的人啊，他根本就没有活路。至于说老川讲的什么这么跑啊，那纯粹是笑话。好，说第3件事了啊。第3件事呢就是关于马斯克的。昨天我讲了，他想要组建第3党，也许是背后有人指点，他不再逞这个口舌之快了。我们看一下他好朋友是怎么描述的。据《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叫罗斯杜塞特，他采访了马斯克的好朋友，叫做彼得蒂尔，也是他的创业伙伴啊。彼得蒂尔说，马斯克已经不再认为火星殖民是一个能帮助人类建立新社会的可行性的政治方案。作为他的朋友说，2024年是埃隆·马斯克不再相信火星的一年，今年实际上是第2年了。长期来，马斯克一直把人类星际扩张视为目标，但蒂尔指出，他的计划曾经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如今仅剩下科技的意义。以前老马呀确实有这想法，最近为什么很少提了呢？是因为技术上有瓶颈，既然还得在地球混，又有这么多钱，只能是阻挡，不能再为别人做嫁衣了。另外，今天他也继续对老川进行了输出。有人说他认怂了，他并没有认怂啊。我们来看他今天说了什么。7月1号，马斯克继续对川普输出，表面上这项法案是针对驱逐非法移民的，但他显然也为总统滥用权力打开了许多可能的大门。然后下面呢，他有个调查说，你的这种行为是否应该会被允许？大家呢可以投票。好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既然2个人重新交手，他就不可能很快停下来。第4件事还是说一下，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但是今年不同，因为反川的一些群体组织了一个新的活动，叫做解放美国。我们来看一下，主办方7月4日将在美国全境举办大型的游行集会和横幅展示。然后呢，他们想要我们害怕与分裂，他指的是川普和 MAGA。但是呢，他不想让我们实现梦想，我们依然要表达我们的观点。7月4号又将是一个拒绝国王日，这个规模可能比上次更大。第5件事呢，我们聊一件轻松点的吧。现在呢，很多人在幻想，再过10年，再过20年，是不是就可以有机器人伺候我的家庭了，就可以把雇保姆的钱省了呢？还真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亚马逊机器人即将超过人类，指的是数量。2024年，亚马逊在仓库中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主要是轮式的，已经接近150台，人类呢也就150，几乎是持平了。未来呢，人类将逐渐的削减，大多数都会被机器所替代。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是这样的。它的机器人供应商提出，未来在测试人形机器人，就是2条腿那个。这些机器人配有腿、手臂和头部，已经在亚马逊进行过，例如回收容器等任务的测试。未来呢，机器人啊，它分为2个，一个呢是仓库里给你分拣的，什么地方啊，大包小包裹，这个是机器人来做。接下来呢，送货它也是机器人，现在已经有一些送货的机器人了。如果说你很着急要这个，你多加点钱，以后呢都是低空飞行机器人，在那个直接空降到你后院，把东西放下，它飞走了，这个呢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科技啊必然会改变人类的生活，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嘛。今天这5个事儿和各位沟通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好，明天见。